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h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关于爱自己的一些迷思和真相。其实选择做这期内容，我自己也是百感交集，因为曾几何时，我是一个特别不擅长爱自己的人。我小时候其实一直都有非常严重的抑郁和焦虑，因为家里面有一些变故，然后也有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事故在我的周围发生，所以我的小时候的经历其实是我的内心一直都会有非常强的自我责备，然后很容易就会特别的担心，然后或者是说很容易就会有焦虑，就是 anxiety attack 这种非常焦虑这种感觉。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慢慢的走上了一条学习心理学的道路，一开始也是为了想要帮助自己，然后在这个逐渐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内心的声音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话呢，就是和以前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现在我在碰到什么事情的话，我内心给出自己的第一反馈几乎总是在鼓励、在支持、在理解这样的一些声音。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道路、一个经历，就让我非常深刻的体会到，真的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大的财富和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个温暖的、支持的、善意的、充满爱的这样的内心世界。怀抱着这样的意图，我来制作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希望我分享的这些自己的体会、心理学的方法，还有一些关于我们如何和自己相处的智慧，可以像它曾经滋养过我一样滋养到你。好，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叫做人为什么会有自我攻击。我们想要知道怎么样好好爱自己，但是我们先从这个反面的例子来看，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没有办法好好爱自己，总是在攻击，总是在责备自己呢？在这个地方，我想讲两个人的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案例来给大家听。一个是一个小男孩的，一个是一个小女孩的。这两个人都非常的有名，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先猜一猜他们是谁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小男孩的经历。这个小男孩呢，他的父亲是一个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高功能的反社会人格。他父亲很有钱，同时他在家里面是说一不二的，不允许任何的软弱，不允许任何的失败。他会想要让他的孩子们相互之间去斗争，相互之间去有冲突，去有攻击性。他想要的是一个像斗兽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而他的母亲在他2岁的时候，因为身患了重病，所以就从他的这个生活里面其实没有很大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小男孩他是长期处在这种非常严重的情感忽视和情感虐待之下的。他自己的哥哥其实是一个内心比较柔软不太适应爸爸的这种非常强暴的这种要求的人，而他也亲眼看到了他哥哥的下场，就是他哥哥不断的被自己的父亲所奚落、所批评，而哥哥最终也因为酗酒的问题非常年轻就去世了。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这个小男孩，在他的青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一些行为问题，比如说在学校会惹上很多的麻烦，然后跟同学也会有这种暴力的这种冲突。而他爸爸对这个的反应是把他送到了军事化管理的军校，在他13岁那一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更加的去被强化，这个社会是一个权力至上的弱肉强食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是这个小男孩的故事。我们作为对照再来讲一个小女孩的故事。这个小女孩的故事呢是这样的，小女孩她出生在战火之中，当时她的国家正在经历非常严酷的战争，而为了躲避这个战火，她的父母搬家搬到了一个乡下，从大城市搬到了乡下。在乡下呢，她当时在这个战争里面，他其实也有很多的困惑和很多的恐惧。在乡下的情况下呢，他可以把自己的很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当时陪伴他的大自然还有身边的小动物上，所以他就对这些大自然呀、小动物呀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然后他妈妈也非常的鼓励他和支持他去探索这方面的兴趣。然后他对这个小动物的这种爱好真的是一种非常发自内心的，也是有一些狂热的一些爱好。比如说有一次他妈妈就发现他在睡觉，然后他的床上有很多的小蚯蚓，原因就是因为他找到了很多小蚯蚓，他想跟这些小蚯蚓抱着一起睡觉。大家可想而知，如果你是一个妈妈，看到自己孩子床上都是蚯蚓，我们可能一般是什么样的反应？但是他妈妈其实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责备这个孩子，他只是轻轻的一个一个把这个小蚯蚓都收起来，然后把它们放回到大自然里面去了。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说，他的妈妈对于他的这种兴趣呀，他自己的这种爱好，这种热爱是非常非常支持的。然后这个小女孩她高中毕业了之后，为了实现自己在大自然里面去生存去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她也选择没有再继续读书深造，而是开始工作，然后去选择能够帮助她来到非洲工作，来到非洲去做她所热爱的动物研究、动物保护这样的一些工作。我们听完了这个小男孩和这个小女孩他们两个长大的故事，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到这个小男孩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他怎么理解这个世界，以及这个小女孩她可能是怎样理解这个世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猜这两个人是谁哈？现在我们就把谜底揭晓一下。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个小男孩就是美国现在的总统，最近也是常上新闻的特朗普先生。那我们讲到的他的这些创伤的经历呢，来自于他的一位家人，叫玛丽·特朗普，是特朗普总统的侄女，也是一位心理学家，他所写的一本书里面所记录的他们家的一些事情。所以在特朗普的自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会去这样讲述自己的世界观。他说 It's a dog eat dog world，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你要么就是拥有绝对的权利，要么你就是一个 loser。而 loser 的下场，从他的故事里面我们也明白， loser 的下场，软弱的一面被别人看到的下场，就会像他哥哥那样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这是他所理解的世界。所以在他的这个世界里面，如果一个人想要生存下来，那他的爱自己的一些意图就会被转化为我要打压一切的所有人，我要去维护自己是权力至上、至高无上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如果我所代表的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就需要也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第一的。而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就会转化成一种扭曲的全能自恋。我是最好的，我不能容忍任何人质疑我，我不可能是一个 loser。所以一个 loser 的反面就是一个绝对的 winner，一个绝对完美的人。我们说完了这个小男孩的故事，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小女孩她成长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小女孩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科学家，动物保护的一个学者，叫 Dr. Jane Goodall。大家可能都有知道他对于大猩猩的保护，还有在非洲做的很多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事迹，也是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奖，然后曾经也担任过联合国的和平大使。在他的眼中，他认为人类和自然是一个整体，他认为同情和坚持自己的事业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在他的很多的演讲和他的很多的倡导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希望这个词。他说我来到这个地球是带着使命来的。他对自己的工作的理解就是我的一切工作都可以让人们和我拥有希望。所以我们也能够从他的这种世界观里面去发现说，他对于自己的爱，对于世界的爱是有一种很强的整体感，很强的这种使命感的，同时带有非常多的温柔和慈悲在里面。 Dr. Jane Goodall 在去年的时候刚刚去世，享年91岁，他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然后他的很多的事迹现在也在他的纪录片里面是有所反映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他的纪录片，想必也会给你带来一些希望的力量。我们现在讲了这两个故事，这个小女孩和这个小男孩的故事，
我们也明白了他们眼中的世界和他们是如何形成自己的这一套体系的。那么下面问题来了，请问你是如何长大的？请问在你所长大的经历中，你的养育者灌输给你了什么样的一些他们自己的观念，或者通过一些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你如何去理解这个世界？你觉得人要怎么样才能在这个世界生活下去？你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本质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所有的这些，你的世界观，你对于生存法则的理解，你对于人和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理解，会变成你如何去爱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底色。我们抛开很多的标签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对自己行为上面的一些批判，当我们真的去看人的每分每秒我们在经历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慈悲的真相，就是爱自己其实是我们最强韧的本能，没有人可以脱离这个本能而存在。只要你存在，只要你还活着，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自我就永远想要为我们自己做出一些保护，为我们自己争取到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利避苦的本能。但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攻击自己，或者说我好像在做一些让自己不快乐的事情？这个或许就和我们刚才所说的，你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你如何认为人们怎么样才能够生存下来，在你的经验里面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活下来，和这样的一些信念有关。如果你感受到了这个世界是残酷的，那恐怕你给自己的爱也会是非常的残酷冷酷的。如果你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是充满了竞争的，我只有不断的变得更好，我只有不断的努力才可以有一席之地，才可以生存下去，那么你给自己的爱，你的本能就会是批评式的，就会是有很多的责备，就好像是拿着一根教鞭不停的想要赶自己往前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对比里面，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其实不是不爱自己，而是我们给自己的可能是宽容的爱，也可能是残酷的爱，可能是鼓励式的爱，也可能是责备的爱。而什么样的爱，这个和我们对这些事情的一些根本的一些理解，这样的一些信念有关系。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个 internal family system， 就是我们心理学里面的内部家庭系统这个理论的一个名词。就是在我们的 awareness， 在我们的觉察中，我们始终有保护者这样的一个分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的存在。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的意识总是想在保护我们，它总是在不断的工作，要做出来一些保护我们免于危险，或者增加我们内心的确定性这样的一些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保护者，他会不断的在判断什么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基于我们的这种价值观，然后他会去不断的强化这个行为，想要来帮助我们。虽然这个行为可能会是表面上看起来自我攻击的行为，自我责备的行为，或者是不爱自己的行为，但是保护者永远最根深蒂固的意识是保护我们，这个意识是不可被动摇的。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说，你等一下，你别保护我了，你这保护没什么用这样他只会觉得惶恐，然后觉得想要更加努力。尤其是当这个保护者他是在我们很早年分化出来的意识，他可能是带着一个小朋友的视角在想要保护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们其实需要换一种方式去和他相处。我们来讲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自己的这个保护者意识，怎么和他去好好相处。在这个里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奇迹时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刚才也有说了，我小时候就有很多的 anxiety depression 这个样子，然后后面这个陆陆续续它就好了很多，有很大的缓解。但是呢，始终有一种弥漫性的，我感觉到就是我的脑子里面总是有的一些非常焦虑的一些杂音，它总是存在的。这个几乎都是我长期的一个 baseline，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的这个焦虑又来了，我就焦虑的睡不着觉，想说焦虑的睡不着觉，那我就看看你吧。
于是我就开始做一个很基础的静观的冥想，就是和这个焦虑的这个情绪待在一起，不是想要去改变它，而是去看看这个背后是什么，带着好奇心去看是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在制造这个焦虑，这个焦虑背后我的内部正在发生什么。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似乎我的内在有一种很强的信念，认为不断的制造这个焦虑对我来讲是有好处的。他认为因为能够制造这种焦虑，那这个焦虑可以督促我行动，可以让我行动起来，可以让我改变我的现状，可以让我得到很多的资源。而他深深地记得，在我过去的很多情况下，我都是需要为自己挺身而出，为自己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做很多很多的努力，才争取到了很多的资源和机会的。所以我的这个保护者的意识认为应该这样持续下去。我当时理解到了这点之后，我就觉得原来是这样，我觉得很心疼自己，同时我又觉得好像这个里面哪里有点不对。但这个不对并不是说我想要去批评他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而是我就隐隐的觉得他的这个信念好像哪里是不太符合事实的。于是我就在这个感受里面又再待了一会儿，然后去慢慢的去看说在我过去的那些经历里面，真的是因为我制造了很多的焦虑，然后督促了自己，然后才跨越了这些障碍的吗？还是说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我没有看到的视角？我安静的想了一会儿之后，我突然一下想起来了，其实真的帮助我跨越了那些事情的并不是焦虑，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感受，人在太焦虑的时候你是无法行动的，在太焦虑的时候我们会直接崩溃了。所以不是说因为这个焦虑所以我行动起来了，而是因为我的内心一直都有一种很强大的信念感，这个信念感是带有希望的，这个信念感是带有对未来的期待的。在这个信念感之下，我一直在坚持，是因为我的信念让我觉得说我可以坚持，明天一定是会更好的，所以我跨越了这些障碍，而不是因为我的焦虑。我的焦虑只是当时伴随着同时出现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当时也出现，我误以为是因为它。当我想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突然一下我的那个弥漫性的那个焦虑，那些声音瞬间就消失不见了，就是一个瞬间就消失不见。这个感受是非常奇怪的，这个感觉就好像大家可以想象到，就是那种人来人往的那种购物中心那种广场上面全都是人人挤人，还有很多车子什么的，然后那些人突然一下消失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那儿。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那些陪伴了我几十年的声音突然一下消失了，然后就剩下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安安静静的就待在那儿，然后感觉一切都变得好安静，一切都变得很平静。这个过程，这个奇迹它出现的过程，没有任何的灵异的事情发生，也没有任何的说特别的努力，或者说我在说服自己，想要说服自己相信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只是我发现了一个基本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改变了我的内部的保护者的意识，他的一个强大的信念，所以他就感觉到说那我不需要再制造这种焦虑的感觉了。就在那个时刻一切都改变了。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如何和我们自己的保护者的意识相处，我们就可以尝试的去首先感受它，这个保护者意识它是在相信什么，它坚信什么样的东西对你有利，为什么他觉得一些在我们看来是不爱自己的一些行为，是责备自己的一些行为，是害自己，是或者是说让自己感觉不舒服的一些行为，为什么他觉得这是好的，这是应该被制造出来，应该被不断的维持下去的。我们要非常诚实的，带着很大的慈悲去和自己一起来看这一点。我们要反过来理解它，当我们理解它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你的保护者已经不断的在保护你，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就是去和它轻轻的对上，去理解说在你眼中的世界你是怎么看到这一切的，你是怎么认为什么对我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
就练习和感受一下，想一想最近一次你可能经历过的这种感觉，哎呀，我怎么又在责备自己，我想要停下来，但是我又停不下来，这样的类似的一些经验，近期的一些事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视频就在这儿停一下，去和那一部分的自己去说一说，问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时候对我们自己内部说这样批评的话是有好处的？甚至你可以问问他，这个意识你好，请问你几岁？我们所得到的一个消息可能是让我们又感到悲伤，又感到心碎，又感到对自己充满了更多的自我同情和慈悲的这样的一些发现。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想去回答一些大家对于这个爱自己经常有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大家会有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逼自己，我会不会变得很平庸？或者如果我不逼自己，我会不会变得很懒惰？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这样的问题的背后，其实它首先是一种很大的恐惧。这个恐惧是我们不想变得平庸，我们不想变得懒惰，我们不想变得没有成就。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它背后就带着很多想要爱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当我们在逼迫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爱自己了，只是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而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为了生存下去，为了让我们有产出，为了让我们有所作为，必须要逼迫自己，必须要责备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些经验让我们这个保护者觉得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我可能好好的鼓励自己，我往前走的也可以很顺？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样的一种可能呢？所以我们顺着这样的一些思考，就可以获得一些属于你自己的内部的答案。也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我知道要爱自己，但是我一旦犯错就开始羞愧批评自己，停不下来，或者是说我感觉到很累的时候，我还是在跟自己说，哎呀，再撑一下，再撑一下。然后如果我让自己放松下来，就会觉得有罪恶感。那同样的，我们去看一看，就是这样的一些羞愧批评自己，必须要再撑一下，不可以放松，像这部分的我们，他认为放松了会发生什么？停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犯错了会发生什么？他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能允许犯错吗？这个世界能允许我们停下来吗？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是可以允许我们放松的吗？当我们这样去询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更加的宏大的一个带有很多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其实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一直在运作的。那我们可以选择把它记下来，脑子记下来，或者是写下来，然后我们可以去寻找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事实性的证据和我们的这个信念它是不同的。有没有一些事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里面不仅仅是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要么正确要么犯错，这个世界也不仅仅只是竞争，只是残酷。就像我们刚才聊过的那个小男孩和那个小女孩，他们的世界观如此的截然不同，但他们生活在的其实是同一个世界。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世界，就会把它看成什么样。如果我们愿意从自己的这个泡泡这个 bubble 里面走出来，去敞开去接受可能这个世界和我的观点和我被养育的方式的这些信念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就会找到这样的一些新的视角和新的眼光。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说说我们怎么逐步的去升级我们的保护者系统，给自己直接的健康的爱。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觉得有难度哈，尤其是如果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的养育者或者是亲密关系里面，我们不太确定我们所感受到的这种爱和关心是不是比较健康的，是不是比较直接的，我们对此有所困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不仅没吃过猪肉，我可能都没见过猪跑，这个到底是什么味道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哈。但是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永远都可以从自己和自己的
关系，这个内部的关系来入手，而这件事情我们是有绝对的主动权的。在我们心理学的一些疗法里面，我们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地图，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不断的滋养自己的，对人的全方面的发展和心理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如果要学习这个方法，我们第一步，首先我要提醒大家，我们需要稍微少一点不断的想要给自己洗脑或者想要说服自己这样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期待，比如说如果我对着一个镜子不停的说啊我好棒，我好这样或者那样，是不是我就能内化一些？这个想法当然是非常好的哈，我们在做这个努力哈，但是实际上是否有用，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因人而异，也会因事情情况而异，不是什么时候这个东西都有帮助的。很多研究也会发现，如果我们的自尊水平比较的摇摆，或者是说当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理解我们其实是不太有信心的时候，反而想要不断的给自己强化这样的一些就是 positive affirmation positive energy， 可能它会起到正好的一个相反的作用。所以我们不用去逼自己一定要此刻立即就去改变什么样的一些感受，而是我们要像一个勤劳的园丁一样。我们知道园丁去养花去养草，它就是不断的浇水施肥，它不会要求说你这个花明天一定要给我长成什么样。我们对于爱自己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可以根据接下来我会介绍的几个原则，不断的去给自己很多的养分，不断的去给自己直接的一些爱和关怀。这样的话，我们内心的这些种子它自然就会开花结果。我们并不需要去制造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硬塞进去，也不需要去怎么样去改变自己，我们只需要移除掉成长的障碍，给自己充足的养分，自己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很大的改变。在这个里面呢，我想要介绍的是在 schema therapy 也就是图式疗法里面，我们会梳理出来的5个人需要的情感的养分。我们有的时候会说这个是孩子长大的时候他需要的5个养分。这个原则呢，对于成年人来讲，不管你的年纪多大，是7岁还是70岁，其实也全部都是可以使用的。第一个原则是安全和尊重，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值得拥有这样安全和尊重的环境，还有安全和尊重的这种人际关系。即使我们身边没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来入手。我是否在创造一个环境让自己感到安全？我是否在此刻是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它是什么样子，我都如实的去看到它。哪怕我自己有不接纳的这个感觉，我也接纳这种不接纳的感觉，就是尊重一切现在升起来这些东西。我和自己待在一起的时候，我是可以感觉到安全的，为自己创造这种安全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培养独立自主的这种胜任感，就是我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去做一些生活上面的事情，我可以为我自己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工作方面的一些事情去做决定，我可以胜任自己所选择的工作，或者是说胜任自己所选择的一些事情，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自己想要探索的一些领域，或者自己想去的地方，这个过程我自己是可以搞得定的。那我慢慢的去培养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可以双脚很踏实的站在大地上，可以立得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给自己创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第三个，我允许自己自由表达需求和情感，不管这些需求和情感他们是否看起来合理或者是不合理，或者是说他们是不是相互矛盾的，我都有这样的自由可以表达出来。比如说在这个瞬间，我可以感受到我有点渴了，可能我还有点饿了，可能我觉得有点孤单今天，然后其实我也挺开心的，那开心的时候又有一点点悲伤，就是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矛盾的这种情感和需求，它是同时都存在的。我们允许自己去自由的感受它，自由的表达它。首先是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向自己去表达说我现在感觉到了这个，然后我们接住自己说感觉到了这个，我看到了，我明白了。第四个是我们有华人背景的人一般都特别不擅长的一个，就是比较的自在的去玩，去创造一些东西。不是说我做这个东西是要为了什么，
不是说我做这个事情一定要是挣到钱，还是学到了什么，还是有什么样的价值，而是它就是让我感到快乐，就是让我感到舒心。我可能就是躺在草坪上看看云，这不创造什么 GDP， 或者就是我就在家拼乐高拼出来又能怎么样，没拼出来又能怎么样呢？但这些东西只要是我享受的，我就允许自己去拥有这样的一些体验。这个对于我们的心理的健康和我们内在的情感需求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最后我们说到第5个，就是合理的自我控制。最后一个，这个其实很重要哈，这也是我们在内部找到一种平衡感，在内部去创造一种健康的自我节制，这样的一个练习。就是其实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越多越好，没有任何的界限的，任何东西都需要界限。比如说我坐久了需要站起来站一会儿，站久了可能需要坐一会儿，就是这些东西它都是有限度的。所以我知道说什么样的一个限度对我长久上来讲是有利的，对我的健康或者对我长期的幸福感是有利的。比如说我玩一会儿，玩多久，我既感觉到自己享受了舒服了，然后我也有另外的一些时间可以用来做其他的事情。或者说我在这个表达这个需求的时候，我怎么样能说我非常如实的表达自己需求，但是呢同时我也知道我可以安抚自己，不是说这个情感一出来就像洪水猛兽一样，就这个门就关不住了哈。我可以给它轻轻的敞开，我有的时候想要收回来，把这个注意力再重新放回到自己身上，放回到当下的时候，我也可以慢慢的回来，这样的一些内部的这种节制感。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锻炼，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爱是健康的，我们的慈悲是有这样的一些很好的限度的，而不是说我们好像一味的只是想到爱就想到的是溺爱。其实溺爱是一种情感忽视和抛弃，因为它忽略了人所需要的这个节制和限度。所以我们说完了这个5点的话哈，我们也可以和我们自己内在的这个保护者的意识就是来 check in 一下，看看他怎么看待这5点，我们的保护者是否认可我们是可以给自己这5点滋养的。很有可能他可能对其中的1、2点哈，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你不能有这个，他觉得你要有这你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就是在这儿咱们自己拧上了。那我们就像刚才说过的，我们的功课就会变成我们要去看看他怎么形成的这个世界观，他怎么形成的这个生存的观念，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实际的一些反例也好，或者一些事实一些情况，可以很温柔的放在他面前，去告诉他说，你看这个情况已经变化了，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这世界没那么糟糕，或许可以放松一点点。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些理论呢，我也想邀请大家，可能在今天我们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就做一件很小的小事，去挑我们这1、2、3、4、5这个5个里面的某一个养分，去给到自己，通过这件小事去给到自己这个养分，去体会一下，当我们知道我们做的这一件小事其实是有真的是挺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在行动上非常直接的在爱自己，在滋养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内部又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好的，谢谢大家看到这里。我知道这期视频内容也挺多的，也挺长的，其实能够看到这里就说明你爱自己的意愿真的非常的强大。谢谢你的陪伴。爱自己其实是这世界上最有确定性的一件事情，而如何能够好好的承载这份爱，如何能够好好的表达这份爱，这或许是我们用一生需要去体会和品味的课题。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